看一眼是什么？即将迎来一位温暖的客人，哇，有新人来了，请各位在天台等待他的到来。现在来啊？男生还是女生也没说。温暖的客人，男性、女性。Hello， 啊，是 Hello，Hello，大家好，欢迎沈老师。大家好，大家，我坐哪里啊？我们给您坐中间吧。哦，我坐中间吗？对，来吧来吧，来您直接坐。沈老师是我们那个情感心理的专家。哇，欢迎沈老师。大家好，好。哎，谢谢。今天是你们来的第2天，对不对？对，第一天。我快速的给自己做个介绍，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所以呢，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亲密关系的研究。然后节目组呢邀请我过来呢，说，怎么能让大家这10几天能够更快乐的恋爱，在恋爱里面能够收获更多，所以呢，他们给了我一个头衔。叫恋爱顾问。哇，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完成这个顾问的，但我很高兴跟大家有这样交流的机会。开心，欢迎沈老师。但实际上我已经看了大家一些资料了，我发现哦，大家对于你想象中的另外一半很具体，在爱情里面，可是你们在讲你们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更多的局限在了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恋爱经历是什么，好像大家对自己的关注反倒比对对方更少一点点。所以我就很想你们来跟我讲，不是恋爱经历，我要听的是你觉得你在亲密关系里你是个什么样的？如果你用一个动物的比喻，你会比喻你在爱情里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这位帅哥，我叫李元翰啊。老师，你要想动物的话，我想不到哪个跟我像。那你们的星座是什么？也可以想想看。我金牛座。哦，我也是金牛座的。老师，那你既然了解金，你猜猜我了。啊？你猜一猜嘛。什么叫猜一猜？就猜一猜，你会觉得我是什么样的？金牛座，我觉得会像金钱豹啊。为什么会像金钱豹？因为金牛座很爱钱呐。细节。哦，是这样的。对啊，所以你看金钱豹本身这个金钱那个花物，它只是长得像钱啊。那就足够了，我们也喜欢。哎，对。就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之前，我可能会再观察观察。啊，那所以你会觉得你在里面会是观察到什么程度？你会觉得可以动了？观察到差不多把它看到70%吧，然后我才会动。我谈恋爱没有说是，就是告白有那种行动，就只是就是我就会问做我女朋友吗？对，我直接问的，就可能就那个场合，有时候在车上，甚至有时候就打电话，我就直接问，就是 yes 或者 no 嘛，对啊，要或者不要。所以对方向你发出信息对你来讲很重要，还是说你自己心里的确定感更重要？应该心里面确定，因为两个都挺重要的。沈老师好，我叫叶萌。叶萌啊，我觉得在感情里最像我的动物应该是河豚啊，河豚，对，很可爱。因为河豚就是它会在生气的时候它会胀大自己，然后来显得自己很强大。就是我是一个平时可能说话、朋友聊天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像很好相处的人，但是我一旦进入真正认真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是一个防御动作很强的人。就明明知道会伤害对方，然后就是刀子嘴，但是豆腐心我又永远可能对方又不会知道的这种状态，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特别缺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配得感又过高了。这个其实还蛮常见的，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种行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什么样的是一个可收可放的，它就是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就是我像是一个那种把精华都包在里面的河豚，我身体会胀开来，但是只有它收缩了以后，它自己愿意吐出来的那些宝藏，它才可以。所以对我来说，我知道自己获得安全感以后，才是我爱别人的最好的状态。那个给到别人的温暖的那种感情，才是我爱里会让别人最舒服的方式。
老师你好，我叫史宗伦。史宗伦啊，然后如果在恋爱中我形容一种动物的话，可能是小狗、小猫之类的，就是我会更希望另外一半不是狗啊，就是小狗。他好喜欢把自己形容成那种很可爱的、很凯乐的东西。对，因为我的情绪我感觉随着它走。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会有些会有一点累，但是还好，就是我没有那么的被容易消耗耐心。对，是这样子。我其实想说的是宠物，就是我会更愿意陪着它快乐，陪着它难过。就是在我的观点，另一半、伴侣对我来讲是家人，是兄弟，是姐妹，是闺蜜，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喜欢当倾听者，然后把你所有的信息接受一遍之后，再给你我最真实的反馈，一个照顾到你情绪的反馈。对。老师你好，我是依然啊，然后我不太知道像什么动物，偏向狮子吧。为什么我会觉得是狮子？就是会在感情中会有占有欲然后会付出同样也会要求回报呀。对，要求回报的是就是情绪价值要给对吧？好，老师好，我叫川子。川子。对，然后如果说是一个动物来形容的话，我觉得更像一个刺猬。为什么？对，就是表面是带刺的，但其实内心是很柔软的一个人。对，就把你的这个宠好了，你就会把肚皮就露出来，这个时候就是信任的表现。对但是在信任之前呢，我会更加保护自己，或者是会更加观察。那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快速能得到你的信任呢？第一个就是比较真诚的一个人吧。对，然后性格方面，我觉得也是，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稳定一点的。稳定的。对，因为我觉得生活我不想有太多的一个大起大落这样的波动。对，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刺猬是一个从我们的寓意上来讲，一旦信任别人以后，就很愿意去投入的人。但是前面那个过程，反倒是浅层关系会比深层关系走得更艰难一点点。是吧？所以前面那个突破对你来讲很重要。你好，老师，我叫刘木洲，你可以叫我周周。我感觉我在恋爱关系中，就是谈恋爱之前，可能在追求的过程中像一头狼一样，但是可能进入一段恋爱关系之后，可能有点像一个粘人的金毛。对。好，下面老师你好，我叫卢东旭。卢东旭。我觉得我像边牧。边牧。对，因为我是个高精力人群，我可以一天很早起，然后工作一整天，或者是运动一整天，再到9、10点钟睡觉。这样。老师您好，我叫云娇，您可以叫我娇娇。娇娇，我觉得我可能分2个阶段吧，就是谈恋爱之前可能是一个雄鹰一样的女人，谈恋爱之后就会立马变成小兔子，就是差别非常反差比较大。对，因为前面我会有一个设定的一个考察期，一旦进入关系了以后，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是我选择的人，然后我会很用心的去经营一段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就是经营和讨好之间，他们的一个度在哪里？其实爱情本身是有讨好的成分的。那我自己一直给的标准是，不要做委屈的讨好，尤其在感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要马上就掏心掏肺，但是能做的举手之劳，尽可能多做。那老师，我插个嘴那如果说我不求他回报，一开始跟他掏心掏肺行不行？就 OK 就你关键你要衡量自己能承受的尺度，这个标准是在你自己。学到了。还有问题吗？我有一个，就是怎么吵架能越吵越幸福？保持关系的长期秘诀是什么？其实，
拥抱是身体和身体的接触，吵架或者冲突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你如果要从浅层关系走到深层关系，你一定要经历冲突的。你不经历冲突，你是进不到那个深度关系，因为我们有差异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是不要害怕冲突，第二个呢，吵架有3个原则：第一，不要人身攻击；第二个呢，不要过度发散，不要吵这个架的时候又扯到前面很多事情，这种沟通就一点效果都没有。翻旧账。但第3个很重要的，很多人忽略的叫不要质疑动机，不要去猜说你这么说就是因为你有什么什么目的。一旦质疑动机，这个架就吵不完，因为动机没办法被证明。所以，如果我们能避开这3个无效沟通，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事情即使吵架，我们会越吵越明。所以，我不觉得吵架是对情感是有负面作用的。但是无效的这种沟通，比吵架有的时候还伤人，最后就会升级成一个我们互相的伤害的这种吵架方式。我是一个害怕争吵的人，但是他分析了，其实有时候争吵不一定是会对关系造成伤害的，这是我学到的一点。我恋爱确认关系之后，第一时间是经营我们这段关系。那这个经营过程中可能会有点像顺从对方，因为我很怕就是矛盾，我怕矛盾的发生会影响我们2个人之间的感情，所以在感情中我更多的是倾向于少去提出问题，少去找麻烦。其实矛盾是一直会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去解决这些矛盾，而不是去规避这些矛盾。所以这个观点是我在抵达恋爱小屋之后可能需要更新的一个观点，也可能解决了我在恋爱中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个节目很可能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机会，你去系统的看你在恋爱里面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日常生活中其实不太会有同时几个人出现在你面前，对不对？同时让你选择这种机会比较少，所以我觉得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我呢今天带了一个游戏过来，这游戏也是我自己研发的。其实我很喜欢玩，我觉得你们的恋爱一定要谈得快乐一点，只有快乐的恋爱才能持久。重新认识你。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我们游戏的目标是能让它数字的大小能排成从小到大的次序，这是我们的游戏目标。然后每一个人抽一张卡牌，2个问题里面选一个问题，然后呢，问出这个问题来以后呢，每个人会抽一个数字卡牌。你的回答要跟这个数字卡牌本身的数字符号有关。你待会儿把那个分数的牌加上你的名字放在这里，别人根据你的回答，他放你的前后左右，最后这条线能不能连在一起？能理解吗？玩一轮就可以了。老师示范一把，玩一把就好啊。2个问题里选一个，然后每个人在你们这边随便在桌上抽一张数字牌，啊，随便抽嘛。对，然后不要告诉别人，这边也随便抽啊。我现在说这个题目啊，就是你的好友被劈腿了，你会怎么告诉他？1是最委婉的，100是最直接的。这个题目很好，选了这个题目。现在大家看看自己的手上的这个数字，你想想看，你要根据数字来，而不是你自己会怎么告诉他。好朋友是吗？好朋友。劈腿了，很要好那种。对，1最委婉的可能就是你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诸如此类的，对不对？这个100直接的就是1都已经这么高了。不是，你最近心情怎么样？1我就这，好，可以，好，谁先来？都抽了啊？我先来吧，要不？好，你先来。我会送他一顶帽子，然后希望你最近感情顺利。那很明显了，
有点明显啊。我放在这儿吧。对，好。那我大概就是放在中间，就是跟对方聊一下最近怎么样啊，是不是受委屈啦？啊，受委屈。很好。我会拍一张照片下来，然后发给他。对，我刚才想说的。哦，那可能是比较直接的，应该是往前放大的数字了。好，我可能会跟他说，你女朋友的车呀，突然出现在了某一个饭店门口，然后上面贴了一张违章。哦，我放前面吧。放前面。这边是小啊。啊，对啊，放小啊。像我这样的话，应该是99了，我肯定不可能一个人出去吃饭啊。那我就是跟他说，我看到你对象车上坐了一个异性。很直接啊，在他中间。对，非常好。我可能就会说，兄弟，我会觉得你的女朋友有点不对劲，我希望你好好查一下啊。但我会更想放在刘木庄后面。刘木庄后面，对吧？好。命大。好。啊。那如果我遇到我会打给他，我说嘿，你猜怎么着？我再呵，我就给他挂了。好，把你的数字给我。那太小了，他的数字。是放在第一个吗？放第一个，最前面。果然是呵。好。我会讲，好像碰到男朋友在外面出差。哦，那你放在哪里？我觉得我放在中间吧。我们看能不能够来连在一起。来看第一个。李蕴涵的15，差不多。然后这个10啊，差不多。其实你们比较接近，但是判断还是对的。29啊，也差不多。49，73。我的是，我觉得我的很明显。哇，78，可以。68啊，还是可以的。88。好，反正我们没有得到红心，来把它大家各自拿走啊！很接近啊，好好玩哦，这个游戏，好好玩啊，绞尽脑汁。下面谁来这张牌？我来一个，你来一个，2个里选一个。我来了。说一说你会给另一半取什么爱称？1是最想分手的，100是最甜蜜的。啊！哎呀，这个好玩，这个好玩，习惯了。啊，比如说，我不知道“宝贝”这个词，咱们先定个，你们觉得“宝贝”这个词是多少分？我觉得是50，我觉得是50分。50分。 50吧。50。 90分以上了。你宝贝呢？60吧。60。你呢？80吧。80。 55。55。 50左右。 50左右。 80、90了。 80、90。你们大概记得啊，“宝贝”这个词，你们已经有取向不一样了，所以你们可以待会儿放的时候。哎，我刚刚说的那个，我大概是什么分值来着？我先说了啊，宝贝，你这宝贝，60，60，好啊，我来，宝，再往前一点点了，小一点了啊。我可能已经就是列表里没有他了，就没有这个人的昵称了。你叫他名字吧，这是已经是名字了，对不对？只是名字。 我就亲爱的，然后加一个可爱一点的表情啊，然后我放在最后，我前面，我放在最后。亲爱的有点高了，我也觉得这个比较高。那我就是单纯的亲爱的，那就放在前面是吧？就放在他前面，对。好。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放在第一个，我会起一个代购。 代购吧，代购有点放第一个，代购，在他前面啊 ，AAA 什么是吧？对，怕别人看到。这个是代购啊，比名字还要。这代购我就不想让别人知道了，已经。哦，这是我的一个代购。你可以待会调整一下。那我再往前吧。
这名字我都不想叫了。嗯，好，来，你讲一个。宝宝60分，宝那可能就是40、50分。我应该是放叶萌前面一个。你叫什么呢？你说呀，我叫什么？会打招呼，嘿，后面一个波浪号吧，嘿。嘿，波浪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好吧。这个亲不是淘宝里面这个经常亲吗？对吧？这个不算是特别的。那你在他哪里？觉得在我那里，我觉得我放在中间吧。我们来看看这次能不能拿到红心啊！好，第一个3分，对，你这个3分，名字他起手2分，哇，你们俩太接近了，但你还不错啊，39分啊，这个还不错，然后这个是32，差一点。53啊，53，我是61啊，你们这个后面都那个的80、71。这你们这次的数字呢都在中间，不像刚刚有很多的大分子。对。那你们觉得，如果你们能够拿到100，你们的觉得最亲密的这个称呼会是什么？我会叫哈比，就是 husband 的啊，可爱版。就是他既是我的丈夫，但是我又觉得他比丈夫多了点有趣和那种，所以我会叫他哈比。啊，这个称呼很好，非常好。来，我觉得都到爱人了，我觉得都得是那种了，就叫爱人。对。我反倒100分的话会叫大名，为什么？因为就会跟亲人一样，叫大名。大名，反倒跟他讲事情出来，我会觉得坐下2个叫名的可能会尊重一点。嗯。我有点长，好，可能就是什么超级无敌大宝贝啊，这个也很好，我取过这种备注，你也取过。那我就会喊老公，喊老公对吧？啊，我也是觉得很亲密是老公啊，你呢？我可比较肉麻一点，可是老公宝。好麻呀，有点难受。完了，我也会唱这种。你也是这种。真的好麻。好麻，真的好麻，甜腻了。我就正常的老婆。老婆是很亲热的100分。你呢？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哇，为什么？哇，瞳孔震惊。好厉害！我觉得也很亲哦切，也很亲切，就已经有血缘的这个间接关系了。对，这个就已经顶满了，对我来说，顶满了，确实顶满了。好，我们9个人要连成一条线，很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游戏叫重新认识你。其实如果你们越是朋友，其实你们会相对来讲成功率就越高。但你们现在是第一次见面，其实已经很多，我看你们判断都还蛮准的。所以为你们这么快速的互相了解，鼓个掌。我觉得很贴合主题啊。他这个游戏，我是觉得真的蛮厉害的。我觉得这个游戏能让我更加快速的了解到别人。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游戏，是一个能快速了解别人的一个媒介，而且是通过一个不那么尴尬和赤裸裸跟当时 PPT 相反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能想到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们这个综艺的节目叫《我们和恋爱的距离》。但实际上，爱情本质上，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个幸福的东西，它是要有所付出的。你有没有做好付出一些什么的东西的准备？这个我觉得是跟恋爱距离里面从自己出发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明白。娇娇，你会觉得你在爱情里面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东西？我其实，在感情里面愿意去更多的去包容对方，非常的包容对方。那你觉得你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在人群里面，个子高，个子高，对，这个很脱颖而出。你呢？我觉得是我的能量和我的笑容，就是我给别人传达出来的东西都是比较正能量、开心的，对，快乐的。能力就是我会
比较愿意去沟通，就什么事情我就是咱们都可以聊，对，都可以商量，对，就不会内耗。对对对，非常好。我觉得我比较真诚可以付出能付出的所有。啊，真的吗？对，就是可以付出的东西啊。哇，这个别这么做。作为过来人的经验，我说的是我能接受的范围中的所有。对，好吧，我觉得我最大优势就是我是一个特别能感知别人情绪的人，就是不管是他的那种特别低谷啊什么，我特别能够感知得到。而且我是一个谈恋爱可以在朋友圈消失的人，就只要我进入一段关系，我朋友是找不到我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就是我最好的生活的搭子啊。对，我是属于那种一谈恋爱就是 all in 的人。对，我。老师，我跟你一样，就我去哪个局里面，我那种很一的人。对。但是我有反差，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反差，就我工作的时候特别认真。啊，这个很吸引人。就很多细的东西，可能他觉得，哎，我应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两个吧。我觉得我比较真诚和忠诚吧。真诚和忠诚。忠诚这个词，真的好像小狗啊。可能比较敏感，然后照顾人吧。啊，照顾人。我觉得我核心优势就是我心态很好，然后我不会陷入自我的焦虑啊。如果我的身边的人会遇到自我焦虑，我就会劝说他，带给他很多正向的内容。更多的我就是时间陪伴，我觉得陪伴非常重要。非常好。因为我其实吧，做很多的亲密关系的个案，我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具象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们有在感情里面觉得哪个点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或怎么突破，我是非常乐意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你们有问题吗？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到底在合适和自己生理性喜欢，或者说是这种直觉上的喜欢之间，应该怎么选择呢？其实我觉得任何一段感情，无论是什么年龄段，其实都会有3个阶段或者部分，它不见得是循序渐进的发生的，但它在每个阶段各有侧重点。比如说我们刚刚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序列理论里面就会有一个叫所谓的刺激的要素，就是所谓的生理性喜欢。生理性喜欢很重要，那是第一步。但是呢，随着我们觉得身体不排斥以后，后面这个阶段会叫出现价值观，他得跟我同频啊，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会发现特别的和谐啊，特别的开心。但是你再往后走到我们深度关系，你会发现有另外一个要素出现，叫角色，就是因为我们在深度关系里，我们就不再只是一个共享快乐的关系。我们要是一个合作者，我们是要合伙人。生命合伙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分工，2个都是事业型的人，你们在很多观念上很一致，可是你们日常生活中会碰不到面。往往是一个人比较的稳定，一个人比较愿意去冲，反倒这个关系是更稳定的。一个爱挣钱，一个爱花钱，这个就很好。但是呢，从年龄角度来讲，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长得好看很重要。到中年的时候发现，哇，找个长得好看的人，生出孩子都好看，原来这更重要了，对不对？但也有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觉得可能经济的稳定让生活打磨的我觉得那个点更重要，他会去做取舍。所以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共性，而是生活在打磨你的时候，你慢慢会知道什么东西在这个阶段是我更重要的。同样的，其实差异并不见得是不好的，就我们两个看这个东西不一样，其实也能打开我们的世界，也有好的地方。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沈老师。沈老师他是研究社会的人类情感这一块的，其实他是既有实践，然后又有理论知识的支撑的，我觉得说的还蛮好的，我还挺受用的。就首先沈老师，我觉得他是很有主体性的一个人，对，他不会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行而改变自己的一个想法。
那她表达出来的就是作为女性非常强大的一面。从我自己的研究角度来讲亲密关系的任何一个阶段都非常具有启发性。每个阶段可能我们都不得不去学习一些东西，其实是我们要成长哪些的点，它增加你跟他人链接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不仅在亲密关系里能有用，你在社会发展里面，在事业发展里也都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一直觉得爱情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我们打个引号，它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亲密关系里面我们有一个叫积极关系的理论，也就是说不是说解决了问题就是一个好的长久的亲密关系，恰恰相反，亲密关系里能不能经常性的创造快乐，能不能有积极情绪，这是这段感情能不能持续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其实我也很希望大家在这个10几天里能够找让感情更快乐的方式，让生活变得更快乐的方式。我觉得那个其实是爱情和生活带给我们的甜美和幸福。那就今天非常的晚谢谢大家，我们这个很高兴跟你们在一起，希望下次还能跟大家一起见面，好吗？好，谢谢。好，谢谢老师。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恋综我特别喜欢的是，因为它是个素人恋综，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我觉得都挺真实的，他也没有那种包袱，所以它呈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情感里的状态甚至很多时候你的迷茫，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些什么东西，甚至很多时候会觉得对方不正常，我是正常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世界的这些真实的迷茫和困境。那我觉得摄像机也好，节目也好，甚至我们的观众也好，其实都是给了我们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具象的人，给了一些非常具体化的反馈。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恋综就是一面镜子，它让更多的人在这个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问题，也看到自己的优点，也能让自己成长。走啦，回去了。我觉得今天的环节我很喜欢，晚上的环节。我也很喜欢，我感觉很有意思。就是你听每个人反应，你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就是他的很多信息对，就是人物性格，很明显，其实。对。经过1天的公寓生活，应该让大家拉近了与恋爱的距离。为了记录大家每一天的心意，每一天晚上发送一条恋爱信号。我今天想发送的这个人吧，我觉得我俩现实中不一定合适。我不想那么多，我不会，我的就是我没有第二个人选。有这么纠结吗？有啊。就是你无非觉得，就是可能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没那么合适。而且我有发现跟我性格上更合适的人。有发现？对，说实话，我对别人答应过别人的事情，我很难去违背。我总觉得如果去尝试新的人是有错的。不用纠结。除非你是答应了2个人说我要跟你们发消息，那不会，那不是。我纠结的点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发消息给别人，或者我去接触别的人，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好，或者说不会，因为他其实今天发这条消息就是让你选今天的你想发消息的人，明天
人每天的心情都会变，选择肯定也会变。你不能就是把自己框死了。对呀，你把自己框死了。那如果人家没觉得框死，你觉得框死了，人家还在接触别的人，你就框死了。我自己在想。发送。我想去接触，想让他多了解我。这一次出去的约会状态我是满意的，我觉得今天他会比之前会更留意我一些吧。目前女生里面，我觉得她是我会想去深入了解的。我坐这儿。那我坐里边。继续。啊。不会一条消息没有吧？其实我猜不出来是谁，但我今天没有想发的人。今天我收到了恋爱信号，他写的是很遗憾今天没有选到你做的饭。是谁？我在思考到底是谁。你吃了吗？喂，我还没有。我请你吃饭。我其实并没有第一时间没有开心，我当然希望是爷爷。所以你就看，其实今天我们在收短信的时候，我其实是背对着爷爷的，不太敢看他。今天收到了恋爱信号，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李云汉的，因为他给我准备了红糖，所以我知道就一定是他。那红糖您帮我装一点好吗？跟姜片可以直接煮的吧？可以可以。差不多了，他们说让我来找你。我找半天。收到的第二条恋爱信号，我不知道是谁发的，完全没有头绪。收到短信那一刻也是，比较高兴的，但是对于内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距离感。因为他比较强调的是新的搭档，所以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跟他交流，或者是跟他相处一下。
我发给了娇娇。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很有默契的，我是有一个想跟他继续发展，或者是想去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其实现在我觉得我就是想先了解李明翰，第一直觉是不会骗你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第二顺位，就是想先了解他。今天晚上的这个心意短信就是发给了川子，就是因为今天有缘分有契机，了解到他之后，觉得挺喜欢他的性格呀，还有这些特点的，所以想多跟川子有下一步的发展。我说实话，我都想得到。我现在从第一次开始，没有人选我，到第二次，我想的是循序渐进嘛，因为还有时间，而且今天刚刚开始。第一反应就是可能目前我能够表现的我的一些特点啊，还有内在的品质，可能因为刚认识和时间的原因嘛，就可能还是体现的不够到位，不够立体，很正常。而且这毕竟是第一天嘛，我觉得在未来的时间，我希望能够体现的更多一点。请男生们发起关键词约会。走下楼准备一下。但4个字的关键词是有点抽象的，那就凭感觉选了。这是怎么？谁先写还是什么？你们都知道要去哪吗？都有我们自己的地方，但是我没想好写什么词儿。我觉得这是个抽象的词，但是我觉得大家一看这个词就能知道应该是我。你希望谁会选你？我当然喜欢谢谢啦。今天我没有收到川子的信号，可能他对我没有想进一步了解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女嘉宾选到了我这个关键词的话，只要能够跟我同频的，我都挺满意的。我是一个偏向于竞技、偏向于运动的这么一个人，那我肯定第一次约会想选一个我更擅长的吧。我希望是娇娇来选择的。来吧。约会关键词。异界灯，我怎么觉得有点我已经猜到是谁了。这还画了一个这小耳朵。这个有点像那个云汉，我感觉他是这个年龄阶段可以说出这种话。我觉得这个是跟徒步有关的。我也觉得，这个不是。
这个应该不算是那种约会场景的提示，他们肯定是有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下面写了这4个词语，但是肯定不是约会场景，我感觉。但是如果是约会的话，我觉得异界登陆会是我喜欢那种很科技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蛮有趣的。不知道，就不好判断。那如果是异界登陆是这样，那相濡以沫又是什么呢？他们这么有文化，写的好抽象。其实我觉得还蛮难猜的，蛮难猜的。有。但是我挺想选顶峰相见。我也觉得你会喜欢顶峰相见。我真的要不你先贴上吧，我一眼就觉得这个，可以。我是女生中第一个做出选择的，会有一点点消谈的，但是我还是蛮期待到底谁是顶峰相见的，因为我感觉那个笔记也有点像他的感觉，当然我不知道他字儿写的是什么样的，我只是猜测，因为那个字儿写的很秀气，有一种高高的感觉，就给人感觉比较像他。然后再加上他是一个比较喜欢运动的跑步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唯一一个有山有峰什么顶峰相见的，会有可能是他。我会比较好奇这个异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我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了。可以，对。刚拿到词条的时候，我当时想的是哪个是轮的，哪个是他的这个项目。这个有一个小耳朵，可能是，也有点像轮轮，像轮轮。当时我其实有点纠结，分不出来哪个是他写的。我这个人想的又比较多，万一选错呢，我就会犹豫。我不能选两拍契合是吗？我知道，你有点害怕是网球，真的是网球。他带了网球拍，是排除法吗？我觉得这个是云汉，因为我身体的原因，当时是犹豫了一下，对，而且我也接收到了他那个红糖水的信号，说会不会他因为身体原因会换一个项目？就是在犹豫的一瞬间，那确实是他先选了。两拍即合真的不能给我吗？两拍即合真的不能给我吗？实在不行，我去打个网球。萌萌的话，他其实给我换，因为他也想，他猜到了是那个云汉嘛，他给我换，万一这个是轮呢？可能有时候就是这样，勇敢的人先迈出那一步。你看看。所以我们已经选择好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缘分也不一定的，万一呢，是吧？不想啦。OK， 选好了，走吧走吧。万一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呢？他人的评价是反观自我的镜子，坦诚的剖白是解锁内心的钥匙。一旦进入关系了以后，我会觉得这个是我选择的人。卸下外壳，
直面本真，人与人的羁绊才算真正开始。在认知与审视中，情愫有参差，偏爱很执着。读懂目光的人，会辨认出心动的证据。向内追求的人，会找寻到心意的落点。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更笃定地走入恋爱的边界。Hello， 我的选择一直是轮子。蛮期待跟叶萌见面的。Hello， 选到了我这个关键词都是能够跟我同频的。我希望是娇娇来选择的。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真的最喜欢的是你。别那么局促好吧？性格方面，我觉得我们相处得很舒服。我喜欢跟有趣的人相处。我很想保持距离感。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又想为自己多争取一下。我对他的探索欲比较强。怎么还有这种消息啊？你觉得你是一个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吗？他有点难受，你先吃药。这玩意没用。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你喜欢他吗？我对他是有好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我们与恋爱的距离”，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每期节目名场面。上微博搜索“我们与恋爱的距离”，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百科搜索“我们与恋爱的距离”，奔赴记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